任何一个利用海外观众把美金赚回中国的网红，都是在帮助大陆恢复体力、积蓄精力。你们给他们的每一分钱打赏或者是抖内，最终都有可能变成对付你们自己的武器。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分析过的流量神兽严东西，它的最新内容又带来了一些值得玩味的话题。今天就让我们继续用理性的视角来拆解一下他最近在影片中展现的一些话术和背后的策略。首先来聊聊最近我个人被点名的部分。在严东西最新的一期影片中，他提到了有人说他塌房了，并且直接点名了珍妮这个名字。他声称这是一种来自肖恩那方面的招数，目的是为了给肖恩洗地，甚至暗示我是肖恩花了点钱找来的。其实挺有意思的，他已经算是肖恩那方面出的所有招里边最正常的一个招了。他之前出的都是昏招嘛，唯一这个珍妮这个我估计是花了点钱。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跳跃。难道所有对严东西提出质疑或批评的人，就一定都是肖恩那方面找来的吗？提出质疑就等同于收钱洗地，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对一个不露脸的创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和动机揣测，恰恰暴露了他话语中的不严谨和倾向性。就像我在自媒体的反省中提到的，我选择不露脸，是为了让大家专注于内容本身。我的频道，包括之前对清迈网红事件的分析，都是基于我自己的观察和资料整理。我分析严东西的流量操作手法，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教科书范本。提出不同观点，并不是为了帮谁洗地，而是希望大家在接收资讯时能多一份思考和判断。这种给对方贴标签、制造敌我阵营的做法，其实是他惯用的流量策略之一。将批评者描绘成对立方的同伙，可以迅速巩固自己现有的观众群，同时模糊大家对批评内容本身的关注。他自己也承认，这是肖恩打出来的牌里最正常的一张，言下之意就是把我归类到他敌人那一边了。说个题外话，他后来也干脆直接把我从他的频道拉黑了，用意其实已经非常明显。接着来看看严东西处理争议的另一种手法。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只是开玩笑，拆解严东西的操作术中，分析了他对另一位创作者西康的评论。严东西最初的影片对西康下了一些很重的标签，比如为肖恩洗地，甚至暗示他被收入麾下。在他最新的影片中，严东西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声称自己说西康收了5000块钱，或者是1000块钱这类具体金额的部分是开玩笑，并表示自己在节目里已经承认了这是玩笑。然而他紧接着强调，他那期影片最重要的目的和中心思想并不是关于收钱本身，而是批评西康不负责任的蹭热点，没有是非观念，为了流量两边倒。这里的话术就在于，他只将收钱的具体金额这个点定义为玩笑，企图把这句话的潜台词，即西康因为钱或利益而被肖恩收买，所以才帮肖恩说话，从玩笑的范围中撇清。但事实是，为肖恩洗地和被收入麾下这些词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暗示和负面评价。无论是否提了具体金额，这些说法给观众造成的印象是西康的立场转变是基于不光彩的原因。一句轻飘飘的玩笑能推掉先前所有造成的伤害和带起的风向吗？那些听信他话语去攻击西康的观众，会因为这句玩笑而反思自己的行为吗？他强调，他最重要的目的是批评西康的不负责任和没有是非观念，这似乎是在说，我的批评是真的，只是举例的方式是开玩笑。但正是那个关于钱的玩笑，极具杀伤力的为他所谓不负责任的批评提供了最负面的动机暗示。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冷箭高手话术，既能打击对方，又在事后留下了可以撇清责任的空间。最后，严东西终于在最新的影片中直接碰触到了台湾的敏感神经。武统台湾、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类字眼与标题都出现了。虽然他很快察觉到留言区出现反弹声音，立刻更换了标题和封面。他在影片中突然开始谈论一些台湾的政治话题，包括台湾 YouTuber 馆长陈之汉与八囧的互动，以及馆长传出可能要前往大陆的消息。
而这一段内容题材上几乎是毫不遮掩地照抄了另一位经常关注两岸动态，最近打肖恩也打得特别起劲的 YouTuber 木之。从讨论区的状况来看，这次的集结显然已经奏效，粉丝之间也顺利完成了交流与输送。严东西将馆长可能的转变与其他一些亲中的创作者行为联系起来，并推测这可能是在为大陆的有所行动做铺垫。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提到自己在这种统独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只觉得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有幸福人生就 OK。 然而他紧接着用香港回归后的状况作为例子，称香港已经从世界金融中心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遗址，并说相信已经有答案了，借此暗示大陆方面无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里可以看到，他一方面看似中立地说不关心统独，只关心百姓生活，但随后立刻用了香港这个极具争议且明确指向负面结果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潜在立场。然而就在抛出香港遗址这个相当有力的批评点之后，他立刻说，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聊了，非常迅速地结束了这个敏感话题的讨论。这种在抛出敏感且尖锐的观点之后立刻收尾的做法，背后可能有多重考量。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频道被贴上过于鲜明的政治标签，影响到潜在的其他观众群。严东西毕竟是流量神兽，嗅觉非常灵敏。看到讨论区里不少网友表达不适，提出建议，加上他自己即将来台的行程，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节骨眼上引爆更大的争议，于是立刻见风转舵，擦掉痕迹。这种操作手法其实和他在西康事件中嘴上不说死，但让你听得很有画面的套路如出一辙，都是一种流量与风险管理的策略，抛出一个能引发关注的政治点，但不在上面久留，迅速拉回其他话题，或干脆直接结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网络上复杂的资讯流。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欢迎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一起理性交流。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我们下期影片见。很多了，包括这个珍妮，你就算把我搞臭，把我搞倒啊，可能我现在半层楼的高度吧，我塌楼了，我塌房了，对吧？就能证明肖恩没问题了吗？啊，你们这是什么逻辑呢？啊，依然是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亦或是不久的将来，可能还要去应对不断升温的两岸关系，这些都需要钱，但钱是从哪儿来的呢？ขึ้นสะพานต่างระดับต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ก่อนจุดเกิดเหตุนะเป็นทางแยกคุณพอหากรถเลี้ยวผ่านทางแยกมาเล็กน้อยก็พุ่งชนขอบทางอย่างแรง